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之前呢，透过2期节目啊，也就是房地产终极宿命的第1期和第2期啊，给大家讲了这个房地产的过去和来时。那今天呢，通过最后1期啊，房地产终极宿命的最后1期，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这个今生和现状，以及谁是这个体系里最脆弱的一环啊。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现象呢，看到本质啊，并且有所收获。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2个比较诡异的现象啊，抢房潮和地王潮。那先说一下这个抢房潮。最近留意新闻的朋友们能感受到，最近各地呢关于抢房的新闻啊开始多起来了，尤其是从这个3月24号左右啊，很多媒体开始报道这个抢房潮，可以说刚好是在疫情啊刚刚控制住啊，大家开始复工上班的时候啊，媒体就开始这种铺天盖地的啊关于这个抢房潮的这个报道。大家可以看看这些新闻啊，比如这个60秒吸金12亿，7分钟抢光288套房啊，看了这个以后，是不是感觉标记就很这个让人焦虑啊？感觉再不买房的话，房子就要被买光了。那还有这个啊，疫情还在，万万没想到报复性买房却提前到来了啊！然后再给你配一张凶神恶煞的抢房的图，看了以后呢，让人就不自觉的就感觉焦虑啊，感觉复工无所谓啊，重要的是应该赶快去这个时候抢房。那又过了1周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抢房潮的报道啊，新闻报道效果不太明显。那这次呢，专家也出来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马光远啊，也就是央视财经的评论员，他呢做了个访谈啊，迅速的在这个主流媒体啊，你看官方媒体啊、核心媒体全部进行了同步的报道啊，你看专家都出来说啊，首套房赶紧上车，今年是买房的好时机啊，渲染这种买房的这种急迫啊，或者这种一般人呢，如果没点定力呢，你根本就绷不住啊，头脑一热，你赶快就去买房了啊，或者为国接盘去了。那第2个呢，比较诡异的现象就是这个地王潮啊，也是疫情呢刚一稳定啊，就要么呢就是地王频出啊，要么呢就是土地拍卖溢价率非常高。其实这个现象告诉什么呢？就是这个新闻其实就想告诉普罗大众啊，面粉永远比面包贵啊，而且只会更贵，你赶紧去买房。那我们再看看最近报道的这几个地王啊，比如说你看这个成都的土拍啊，实际价格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地王。还有这个徐州的土拍啊，溢价率高达48%啊，甚至这个连还没有完全恢复解禁的武汉啊，都出现了1天成交100亿的这种土拍的盛况啊。其实根据估算呢，就这些地王拍下来以后啊，它根本就不可能赚钱啊。那你说不赚钱，它为啥还要拍这个地王呢？其实大家只要想清楚3个问题啊，就能明白。第一个呢，就是地方政府这个卖地不卖地行不行啊？第2呢，谁在买这个地？第3呢，就是这个卖地的钱从哪里来？我之前说过啊，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呢，1年差不多有7、8万亿啊。那这7万亿的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比较重要的这个收入来源啊。今年1季度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省份的财政收入啊，都在大幅的下滑，而且急需呢这个资金的补血啊。所以土地的这个拍卖是势在必行啊。就算是明天说句玩笑话，就是明天地球要爆炸啊，地方政府它也得赶快启动这个土拍市场。迅速的卖地，以获得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那拍地的地产商呢，基本都是国企啊，卖地的这个价格的高低其实是其次的啊，最重要是政治站位、政治意识啊是第一位的。那拍地呢，说白了就是保政府运转啊，保社会稳定。那挣不挣钱其实是其次的啊，而且这钱呢，说句不好听的，它也是从银行借来的啊，或者是发债募集来的。那我之前呢有那个节目也说过，我说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啊，早已成为利益共同体啊，本质是一家人。就一块地拍多少钱啊，他们3家坐一块基本就可以定了啊。招拍挂呢其实只是个形式。好了，这是给大家介绍了最近的2个比较诡异的现象啊，而且媒体广泛报道的啊，一个是抢房潮，一个是地王潮。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抢房潮和地王潮啊相矛盾的2件事啊，大家其实看完这个就能明白其中的这种微妙啊，其中的意思。第一件事呢，就是最近这个龙头房企的裁员事件啊，主要是有这么这个华夏幸福啊、恒大、碧桂园。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华夏幸福呢是排名前50的地产商啊，某些板块呢它裁员了2/3，恒大和碧桂园我就不用说了啊，都是排名前3的这个地产商，19年的销售额呢在5000亿以上。这2家一裁员，可以说整个地产界都地动山摇啊。有句开玩笑的话，他们说这个珠三角地产圈的上空啊，漂浮的全是恒大、碧桂园的这个离职员工的简历啊。这2家的这个裁员比例据说在30%到35%左右。
那第二件事呢，就是房地产销售额的这个第一季度的数据啊，第一季度其实普遍很差啊，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那我们先看一下二手房，在4月2号，这个上海易居地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季度13成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降3成，3月份呢也同比下降28.6%。那这个易居研究院监测的这个13个城市呢，基本都是有代表性的核心城市啊，包括深圳、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啊、青岛等这种交易比较活跃或者有代表性的13个城市。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一季度新房的这个销售情况哈，这是一家券商的这个数据哈，因为券商他们有自己的研究所啊，有跟踪每个行业的研究员，所以他们呢获取这种数据的渠道呢相对就比较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不管是1到3月的这个累计销售额，还是3月的这个单月销售额啊，相比去年同期，大部分地产商呢，你看都是这个绿色的啊，都是大幅下滑的啊。事实上，中国的排名前50地产商整体上一季度的这个销售额是同比去年下降了19%，3月份的销售额呢是同比下降了16%啊，也就是说其实一季度整个地产商的销售状况是并不是很好的啊，除了你看恒大可能还行啊，有那么少数几家还可以。那这个呢就是真实的房地产企业在一季度的销售情况啊，大家看下来以后是不是感觉跟上面的就是官方媒体报道的这个抢房潮啊、地王潮有点矛盾，对吧？其实在当下的中国呢，尤其是近年来这个新闻管制因为越来越严格，对吧？你想拨开云雾想看清真相呢，确实越来越难，加上这种不良媒体的这种推波助澜啊，老百姓基本丧失了这种辨别能力，可以说啊，只能你迷失在这种无尽的舆论宣传中。好了，讲了媒体报道的这个抢房潮和地王潮啊，也给大家看了真实的这个房地产企业的裁员和房地产销售的这个情况。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谁是房地产这个链条里面啊最脆弱的那一环啊。大家知道啊，15年以后呢，各地的房价基本上都是涨了1倍不止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波上涨了1倍和过去这个06年、07年啊，比如09年、10年那时候上涨了1倍啊，有很大的差异。当时的房价涨1倍呢，我们拿北京、上海来举例好了啊，就是比如说06、07年啊，你从3000涨到6000啊，比如说09、10年你从1万涨到2万，虽然也是翻1倍，但是它这个绝对额并不大。但15年以后你这一波翻1倍，这概念是不一样的啊，它这个翻1倍呢是从均价3万到6万，就你别看倍数只翻了1倍啊，跟06、07年啊、09、10年一样，但是绝对额可是上涨了3万啊。有个数据统计就是说15年以后啊，这波涨幅在绝对额上相当于过去05年到15年啊这10年上涨的绝对额的总和啊，就是北京、上海从2005年到2015年从3000比如涨到3万，对吧？那15年呢是从3万涨到6万啊，虽然倍数呢这个15年以后只涨了1倍啊，但是这个绝对额呢相当于过去10年涨幅的总额，对吧？那这样在15年以后买房的人呢，压力就会相当大。身上背负的这个贷款啊，绝对额也比较高啊。你比如说在北京、上海买一个600万的房子啊，大家知道600万在上海和北京啊，也只能买到很普通的房子啊。但就是这样普通的房子，普通人也得贷款啊，贷个300万左右啊。那他每个月的这个按揭还款呢，基本就在18000左右啊，压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那所以未来这个房地产链条上啊，最脆弱的一环就是这批人啊，就是上车比较晚，他背负的压力又比较大。啊，那这批人的年龄呢，主要其实分布在这个85年到92年啊，也就是中国第2波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那他们在15年的时候呢，正值23岁到30岁之间啊，可以说正好是谈婚论嫁、成立家庭的阶段。那说实话呢，如果不是第2波这个婴儿潮的这批人啊，就是有这么大批量的这个婴儿潮的这个人啊，那政府15年之后的这个所谓涨价去库存的这个政策或者这个构想啊，它是也不可能成功的啊，就是也是正亏的有这批人啊，有这个婴儿潮的一批人。那我说的再直白点呢，就是上车比较晚的这批人啊，他承担了最高的代价来买房的这批人啊，其实杠杆呢它加的比较大，银行贷款呢也比较多啊，他们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抗风险的能力呢是最差的啊，可以说决定未来中国房地产命运的就是这批人啊，因为你上车比较晚啊，杠杆比较大，对吧？整个这个绝对额太大了。大家知道房地产呢是边际定价的一个产物啊，就是你这小区比如说500套房子啊，真正能决定定价呢是产生交易的那5套到10套房子啊，就是真正决定房价涨跌的其实也是边际上参与交易的那一部分人。所以未来真正的压力在于呢，就是当经济下行、失业蔓延啊，杠杆最大、负债最多的这批人，他承受的压力呢可能是最大的。
就当现金流断裂的时候呢，那可能会被迫不得已去处置资产啊，或者是被银行处置，那就是房地产那个时候呢，就是房地产真正压力来临的时刻啊。还有一类人呢，在房地产链条上呢也是比较薄弱的，就是这个中小企业主啊，他们现在普遍面临的是现金流短缺，经营压力比较大啊，可能急需这个卖房套现啊，挽救这个自己的企业于危亡。那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啊，身边有做生意的朋友，肯定这方面听到的也比较多啊，卖房套现去救自己生意的啊，这方面应该比较多的可以听到。好了，我们最后再总结下啊，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讲了房地产的今生和现状啊，主要就讲了2个诡异的现象啊，一个是抢房潮，一个是地王潮，还讲了2个呢与这个现象比较矛盾的事实，一个呢就是房地产的企业裁员啊，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销售额的大幅下降，最后呢又给大家分析了谁是房地产这个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啊。最后呢我想以这个索罗斯的一句话作为本期节目的结语啊。他之前说过啊，就世界经济史呢是一部基于假象与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前退出游戏啊。我想这句话呢应该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好了，讲完这期呢房地产的终极宿命啊，真相比你想象的还要残酷啊，这个话题就结束了。那我通过3期节目呢，分别给大家讲了房地产的过去、来世和今生啊，希望大家呢能有所收获啊。最后呢，希望大家支持蒙面财经，转发订阅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